歡迎收睇聰先生嘅頻道。喺開始之前，想提提你，記得撳訂閱啊，撳埋個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更新啦。已經訂閱咗嘅網友都多啲留意下有冇被取消訂閱，當然都唔記得讚好、留言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啦。如果想聯絡我或者支持我嘅網友，可以通過片尾嘅資料。唔阻大家太耐啦，去片。大家好，我係聰神。今日有啲嘢呢要喺度同大家宣佈嘅，就係港區國安法有更新啦。嗱，精明嘅你呢可能留意到點解我叫佢做港區國安法呢？其實呢都係主要配合翻一啲主流媒體嘅用字，因為呢有人叫佢做涉港國安法，有人叫佢做港區國安法，有人叫佢做港版國安法。無論佢叫咩名都好啦，佢嘅功能同作用都係一樣嘅。如果你有睇我之前2條影片嘅話呢，大概就知道呢條法案嘅條文同埋內容噶啦。咁喺2020年6月20號嘅上午，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9次會議閉幕。喺會議上面初審咗港區國安法嘅草案。咁呢條草案一出呢，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即時表示全力支持。佢亦都指出喺5月28號13屆全國人大3次會議通過咗有關港區國安法嘅草擬之後，佢喺6月3號都向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表達咗意見。佢亦都表示有關方面已經認真研究特區政府反映嘅意見同埋建議㗎喇，充分考慮到香港嘅實際情況。佢亦都表示特區政府同意草案提出香港特區應該設立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嘅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同埋會喺承擔執行維護國家安全主要任務嘅警務處同埋律政司設立專職嘅部門。而特區政府已經開始咗籌備工作㗎啦。而法律嘅草案明確規定咗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應當遵從，包括依照法律定罪處刑、無罪假定、保障法律嫌疑人權利等等重要嘅法治原則，以及應當尊重同埋保障基本法同埋有關國際公約適用喺香港嘅權利同埋自由。呢啲明確規定都可以釋除公眾嘅疑慮嘅。裏面更加表示，中央有關機構已經多次向外強調，有關立法將會堅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方針，係唔會影響香港嘅資本主義制度同埋法律制度嘅。好啦，咁我哋翻去港區國安法嘅法律草案內容，裏面提到法律嘅草案內容主要有6章，分別係總則、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嘅職責同埋機構、罪行同埋處罰、案件管轄、法律適用同埋程序、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機構、附則，一共66條。呢個係一部兼具實體法、程序法同埋組織法內容嘅綜合性法律。詳細嘅法律草案內容呢，就恕我唔喺度一一讀出啦。我呢份全文呢，就喺新華社嗰度睇到嘅，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呢，都可以去睇下。但係都為免大家會俾人哋誤導，我就喺度揀咗一啲重點出嚟同大家分析一下，同埋講解一下。咁喺開始之前呢，我都要講明先嘅，以下嘅意見同埋結論係基於現時目前嘅版本所做嘅，唔好咁無賴，日後又走嚟話我，喂，唔係喎，而家唔係咁喎。有啲觀眾聽到呢度可能會笑，心諗唔係啊嘛，咁都得？唔好笑啊，真係得噶，我見過啲咁嘅人噶。事不宜遲啦，我哋入主題。以下係我喺法律草案內容裏邊抽出嚟嘅7個重點，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同埋防範恐怖活動嘅工作，對學校、社會團體等涉及國家安全嘅事宜，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採取必要嘅措施，加強監督同埋管理。係啊，你冇聽錯啊，係學校啊。一個作育英才嘅地方，又點可以俾佢亂呢？尤其係應對翻我哋最近好多教師嘅問題同埋學生嘅問題，呢個對於學生、家長，甚至乎係學校嚟講，都係一個天大嘅喜訊，證明國家係有關注到呢啲問題嘅。第二，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遵從嘅重要法治原則，尊重同埋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同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嘅有關規定享有嘅包括言論、新聞、出版嘅自由、
結社、集會、遊行、示威嘅自由在內嘅權利同埋自由。嗱，呢一點呢，不單止明文去保障你嘅人權同埋言論、新聞、出版嘅自由，仲有好多人關注嘅結社、集會、遊行、示威嘅自由都保障到嘅，更加同一啲國際公約掛鈎。所以呢，唔好再俾人誤導啦。第三，草案同時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嘅事務。佢哋要承擔維護國家安全嘅主要責任，同埋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嘅監督同埋問責嘅。咁呢個委員會會係啲咩人呢？呢個委員會會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成員包括有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警務處處長、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嘅負責人、入境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同埋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而呢個委員會下設秘書處，由秘書長去領導，秘書長由行政長官提名，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咁佢哋嘅職責呢，主要係分析、研判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嘅形勢，規劃有關嘅工作，同埋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嘅政策，推進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埋執行機制嘅建設，協調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嘅重點工作同埋重大行動。呢個委員會更加設有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履行嘅職責相關事務提供諮詢意見。咁呢點又代表啲咩呢？呢一班人就係國家安全法執行嘅主要大腦，國家安全就係佢哋嘅主要職責，繼續高度自治，因為所有計劃同埋執行嘅人依然係香港嘅主要官員。如果佢哋做得唔好嘅話呢，被問責嘅依然會係佢哋。第四，警務處會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嘅部門，配備執法力量。而律政司呢，都會設立專門嘅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檢控部門，負責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嘅檢控工作同埋其他相關嘅法律事務。咁我諗聽到呢度呢，都唔需要我解釋太多噶啦，即係話唔會有啲咩公安啊、解放軍咁樣跑落嚟拉你，拉完你又拖翻你上去咁樣，呢啲嘢係唔會發生嘅，係會由本地嘅部門去處理同埋執行。第五，明確規定4類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同埋處罰，對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呢4類犯罪嘅行為，佢哋嘅具體構成同埋相應嘅刑事責任。睇過我之前2條影片嘅精靈網友呢，應該就會發現，咦，點解唔同咗嘅？之前明明寫住外國同埋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嘅活動嘅，點解變咗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呢？我自己咧就覺得呢個位置改得非常之好嘅。外國同埋境外勢力嘅干預呢，係外人嘅事，外人做嘅嘢呢，我哋好難管嘅。尤其是我哋係禮儀之邦，最緊要嘅都係要管好自己，冇理由唔管雞仔管麻鷹㗎嘛。所以我就覺得勾結呢2個字用得非常之好，因為你可以去勾結人，人哋又可以去勾結你嘅。當然啦，你哋可以互相勾結，又可以單方面勾結，但係另一方拒絕同你勾結嘅。本來你都仲可以話，喂，人哋嚟干預關我咩事啊？但係如果發現或者證明到你有勾結呢，咁就唔同講法咯。簡單2個字可以封翻好呢啲缺口，管翻好啲雞仔。我只能夠講，我服得五體投地，香港今次真係有救啦。第6，香港特別行政區嘅行政長官應當從現任或者符合資格嘅前任裁判官、區域法院法官、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上訴法庭法官同埋終審法院法官裏邊指定若干名法官，亦都可以從暫委或者特委法官中指定法官，去負責處理危害國家安全嘅犯罪案件。即係話阿爺對香港依然好信任，更加冇明文規定禁止外籍法官去處理相關嘅案件，自由度依然係非常之大嘅。去到呢度有人質疑，點解特首可以自己任命法官呢？係咪司法唔再獨立啦？
嗱，首先呢，就唔好曲解司法獨立嘅意思，因為司法獨立呢，一般係指法官獨立處理案件，唔受外界影響嘅意思。其實喺呢個世界上呢，我就冇聽過有啲法官可以自我委任嘅，我話自己係，自己就係咁樣。不過法官呢，就不嬲都由特首任命噶啦。睇翻基本法第88條裏面，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嘅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同埋法律界以及其他方面嘅知名人士組織成嘅獨立委員會推薦嘅，最後都係由行政長官任命嘅。第90條更加提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同埋高等法院嘅首席法官呢，係要由一啲冇外國居留權嘅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嘅中國公民擔任噶。所以你話港區國安法裏邊嘅條文辣，我話俾你知啊，一啲都唔辣，仲好寬鬆添啊。第7，草案裏面規定中央需要設置駐港國家安全公署，負責監督、指導、協調、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嘅職責，收集同埋分析國家安全情報信息，依法辦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嘅案件。仲有最重要嘅一句，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同埋國家嘅有關機關，只係會喺特定嘅情形下，對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嘅案件行使管轄權。又係寫得好淺白噶啦，就係中央設置嘅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其實主要都係一個協調嘅角色，除非一啲特定又或者好嚴重嘅事件啦。如果唔係嘅話呢，主導權都係俾翻香港自己去處理嘅。講到呢度呢，我相信普通嘅市民、普羅大眾都知道呢條法律根本係唔關你事嘅。嗰啲咩上唔到 Facebook、WhatsApp 啊，又話冇言論自由啊，冇宗教自由啊，冇得集會啊，嗰啲等等嘅問題呢，你可以睇翻我之前嗰2條片。國家安全法呢，幾次嘅內文都有啲長，因為始終係法律嘅條文，越詳細呢，對我哋嘅保障就會越大。我喺度再一次希望大家唔好只係睇文宣或者懶人包，有時間嘅話呢，可以細心睇下一啲內文。嗱，你未明呢，其實都唔緊要嘅，但係千祈唔好喺唔明嘅時候下一啲判斷，又或者作出一啲評論，因為只要你肯用心睇嘅話呢，你就會明白到國家嘅用意同埋字裏行間對香港抱有嘅信任。其實國家今次嘅舉動呢，真係救香港、愛香港嘅表現嚟嘅。你諗下，佢頂住邊境嘅干戈，又要頂住國際嘅輿論，仲要面對其他國家嘅制裁，為嘅只係換翻大家一口安樂茶飯。嗰啲天真到以為咁樣可以撕裂國家，而個國家而家好驚嘅人呢，有冇諗過其實喺你以為國家被撕裂之前，有幾多大大小小嘅家庭率先被撕裂而受到影響呢？有國先至有家，但係要撕裂國，首先就要撕裂家。我喺度希望大家可以理智啲、長遠啲、客觀啲去分析同埋睇呢件事。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可以做嘅嘢真係唔多，就做到呢度啦。希望大家認同嘅話可以讚好，同埋轉發出去俾更多嘅人了解呢件事。你嘅一小步，一個小小嘅動作，其實都可以係好大嘅力量嚟嘅。今日我就講到呢度啦，多謝大家，拜拜。